实力再强有什么用？我会让你永远都无法翻身。随着周显获得第2个名额，秦羽输在了背景上。他明白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秦羽心中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得到第3个名额，能让丽儿光明正大的嫁给自己。周显获得第2个名额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飘雪城。尽管人们对秦羽的紫旋斧赞叹不已，但秦羽未能获得第2个名额，还是让许多人感到惋惜。秦羽自己心里也不好受，但他表面上表现得很坚强。离开北极圣皇殿时，秦羽没有理会周显，直接带着福伯离开。周显看到这一幕，冷笑一声，不再喊秦羽，然后带着随从回去，心中暗自得意，但又有些不舒服，因为这次击败秦羽是借助了父亲的帮助。回到飘云府，秦羽让福伯不要打扰他，独自一人在客厅中。他反思了这次评判过程，认为那些支持周显的圣皇明显在昧着良心说话，幻灵镜这样一件神界奇物都被无视了。秦羽心中冷笑，对圣皇间的勾当心知肚明。客厅外的侍女们感受到秦羽的愤怒，不敢进去打扰。这时江兰突然出现在客厅中，秦羽收敛了气息，起身迎接。江兰询问秦羽对第3个名额的把握，秦羽表示会尽力，但自己炼制的话只能炼制出上品天神器或堪比2流鸿蒙灵宝的武器，没有足够把握击败周显。江兰告诉秦羽，周显背后有雷伐城的支持，暗示其他圣皇支持周显的原因。秦羽意识到雷伐城的强大背景。江兰鼓励秦羽要赢得第3个名额，炼制的武器必须达到2流鸿蒙灵宝的巅峰。秦羽明白周显不会舍得用1流鸿蒙灵宝，所以只要他的礼物足够顶级即可。江兰提出一个办法，用他府邸中的古铁木树的树心来炼制1流鸿蒙灵宝，帮助秦羽赢得第3个名额。秦羽被江兰的牺牲所感动，但江兰表示这是为了江家，也是为了秦羽和江丽的婚姻。秦羽突然想起一样东西，他让福伯过来，然后带着江兰来到了新宇宙的紫玄星上的迷神殿。秦羽指向庭院中的一棵红桐古树，这是一种仅次于古铁木树的神树。秦羽解释说，这棵红桐古树是雷伐城圣皇周霍请秦羽的师傅炼制一件2流鸿蒙灵宝时作为交换提供的材料。江兰意识到，虽然红桐古树的树心不如古铁木树，但也能炼制出2流鸿蒙灵宝。秦羽决定用这棵红桐古树来炼制武器，他挥袖发出一道刀刃形裂痕，将红桐古树旗根切断，使其轰然倒下。秦羽相信，用这棵红桐古树的树心炼制出的武器将足以让他赢得第3个名额。江兰看到倒下的红桐古树后，表示其树心虽是极品炼器材料，但仅靠它最多只能炼制出2流鸿蒙灵宝。秦羽虽有自信，但也清楚炼器状态难以保证，细微误差可能导致成品级别降低。江兰凭借自身对炼器的了解，指出红桐古树树心蕴含的鸿蒙灵气有限，难以炼制出1流鸿蒙灵宝。他提到将神车侯元曾回炉多件鸿蒙灵宝，才获得足够鸿蒙灵气炼制出1流鸿蒙灵宝，强调鸿蒙灵气对武器的重要性。秦羽意识到自己缺少足够的鸿蒙灵气，而江兰指出周显的9凤冠中的9颗灵珠都是3流鸿蒙灵宝，暗示装饰性鸿蒙灵宝众多，攻击性鸿蒙灵宝较少。周显能拿出9件装饰性灵珠已属不易。秦羽明白江兰会帮他，江兰表示愿意拿出6件3流鸿蒙灵宝和1件2流鸿蒙灵宝供秦羽回炉。秦羽心中感激，决定回幕府取这些灵宝。与此同时，江岩和江丽在幕府的幽静庭院中讨论秦羽的情况。江丽担心秦羽的心情，决定去飘云府找他。江岩试图阻止，但江丽坚持要去，他想为秦羽做些什么。江丽在秦羽怀中流下眼泪，提出私奔的想法，但秦羽安慰他，承诺10年后得到第3个名额后娶她为妻。江丽被秦羽的爱意感动，心结得以解开。之后，秦羽、江丽、江岩和江兰一同前往幕府的仓库。江岩对藏库充满好奇，而江丽则心满意足地跟随着秦羽。秦羽一行人踏入其中，感受到清新气息，仿佛置身世外桃源。天空蔚蓝，云朵轻柔飘动，河流缓缓流淌，阁楼精致。秦羽等人踏着草地走向阁楼。江兰告知仓库中不少东西随意放置，鸿蒙灵宝则存于阁楼。秦羽凭借空间之力发现阁楼中的20余件鸿蒙灵宝，虽多为3流，但也有4件2流鸿蒙灵宝。这些灵宝多用于观赏，攻击力一般。众人进入阁楼，江兰将7件鸿蒙灵宝交给秦羽。江岩对其中1件飞行灵宝感兴趣，江兰满足了他的要求。离开藏库后，众人在大厅共餐，其乐融融。江兰询问秦羽何时开始回炉鸿蒙灵宝，秦羽表示3天后进入空间进行回炉和炼器。江岩想观看炼器，但秦羽委婉拒绝。江兰突然发现雷伐城邀请了炼器宗师端木峰，推测雷伐城可能让2位炼器宗师分别炼器，取优胜者。秦羽心中疑惑，但自信满满，认为炼制鸿蒙灵宝并非人多有用。数天后，秦羽决定进入新宇宙回炉和炼器。江兰鼓励他不要有压力，江丽踮起脚尖吻了秦羽一下，表示会等他。秦羽进入新宇宙紫玄星，命令福伯不接待客人，开始回炉鸿蒙灵宝。
他选择了一件3流鸿蒙灵宝，利用虚无业火灼烧，1天后成功溢出鸿蒙灵气。秦羽抓住鸿蒙灵气，瞬间消失在东兰山。秦羽出现在新宇宙边缘，发现鸿蒙灵气与浆糊气息一模一样，意识到鸿蒙灵气是组成宇宙最本源的能量。他锁定一处空间的浆糊气息，发现其量远超神界所有鸿蒙灵宝回炉后的鸿蒙灵气。秦羽激动之余，强迫自己冷静，调节状态，准备练气。他想起江兰的苦心和姜丽的心意，心境逐渐蜕变。当达到巅峰状态时，便开始练气。在西北雷伐城，周霍为了儿子周显，亲自布置出一个时间加速5000倍的空间，这对他来说已是极限挑战。周显担心2位炼气宗师无法炼制出强大的2流鸿蒙灵宝，周霍则表示炼气材料和鸿蒙灵气充足，理论上可以炼制成功。若失败，周霍愿将自己常用的2流鸿蒙灵宝震雷吼交给周显。震雷吼是周霍的招牌灵宝，虽不及他真正武器周氏一族的震族灵宝1流鸿蒙灵宝，但在2流鸿蒙灵宝中极为出色。周显心中有底，认为只要秦羽的礼物不是1流鸿蒙灵宝，他就能稳赢。与此同时，秦羽在新宇宙边缘盘膝静修，心境空灵，状态趋于完美。他感受到一种玄妙的感觉，知道此时炼气必能成功。经过1万余年的静坐，秦羽周围100米寂静，而100米之外空间错乱，因为新宇宙在不断扩张。秦羽起身，赤裸上身，手中出现玄镜破空锤，面前浮现黑色桌台。他召唤分身，分身出现并躬身行礼。秦羽指向红铜古树的树干，将其裂成4份，取出树心。他决定仅用树心和部分主干神木炼制鸿蒙灵宝。秦羽左手喷出白色劲火和虚无业火，将树心置于桌台，火焰环绕。他手持玄镜破空锤，一锤砸下，空间泛起波纹，9个空间漩涡包围树心，锤子砸在树心中央，树心出现裂痕。秦羽不断挥锤，频率变化无常，树心逐渐变成赤红色液体，流动不息。玄镜破空锤四周散发8道空间漩涡，将液体卷起，火焰包裹。赤红色液体中一道光芒流动，这是红铜古树能量孕育的精华。秦羽在炼气过程中汗如雨下，但不允许任何干扰。他用极少量的材料、树心和2份主干神木，成功炼制出一根赤红色权杖。这权杖虽短小，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。秦羽让分身进行淬火，分身利用寒蒙领域和金元重水，使权杖的柔韧性和坚韧性大幅提升，淬火过程近乎完美。随后，秦羽利用新宇宙中的鸿蒙灵气为权杖起灵，使其光芒耀眼，碧绿色光芒流转。秦羽闭眼操控，权杖顶端凝聚碧绿色光芒，完成起灵。秦羽滴血认主后，得知权杖是1流鸿蒙灵宝，心中大喜。这权杖攻击力极强，能锁定空间，画出万千枝条困住对手，即使对手有瞬移之法，也难以逃脱。权杖本身坚韧无比，可当狼牙棒攻击。秦羽心中暗自比较，认为这权杖的束缚力或许不及残血的玄黄之气。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江兰和姜丽。回到幕府后，秦羽发现天空出现异象，整个天空一片赤红，神界大地也被映成红色。江兰告诉他，这是神界1流鸿蒙灵宝出世的征兆，会降下灵宝之雷。灵宝之雷从天空各处射来，最终汇聚成一道7彩雷电，直击幕府。秦羽让权杖挡住雷电，雷电四射，权杖更加耀眼，却未受丝毫损伤。秦羽意识到，这红云盖天、灵宝之雷降下的异象，让全神界都知道他在幕府炼制了1流鸿蒙灵宝。江兰告诉秦羽，江行也来了，飘雪城3大神王齐聚幕府。1流鸿蒙灵宝的出世引发了巨大轰动，红云盖天，灵宝之雷降下，这一奇景让所有知晓降神车侯元事迹的人都明白，神界又诞生了一件1流鸿蒙灵宝。而这件灵宝的出世地点指向了飘雪城，这让雷伐城的周显和周霍心中五味杂陈。周霍决定亲自前往飘雪城查看情况，而周显则在心中默默坚持，不到最后绝不放弃。在周霍维持的空间中，2位炼气宗师端木峰和欧叶子仍在努力炼气，他们对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。而神界的其他高手，如东极圣皇黄甫玉、修罗神王、南极圣皇等，都纷纷赶往飘雪城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北极飘雪城成为了神王们聚集的焦点，超过1半的神王都聚集在此，只为了一睹新诞生的1流鸿蒙灵宝。幕府中，江范和江兰等人对秦羽炼制的1流鸿蒙灵宝感到惊讶和兴奋。江范对秦羽的印象大为改观，心中暗自希望秦羽能成为自己的女婿，为北极飘雪城带来新的希望。江行也对秦羽表示了敬意，称呼他为秦羽兄，显示出对将神的尊重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神王到来，幕府中变得热闹非凡。西极圣皇、东极圣皇黄甫玉、血妖女王等人都对秦羽表示了祝贺和赞赏。修罗神王的平天神王也与秦羽交谈，显示出对他的认可。整个幕府中，神王们对秦羽的态度都极为友好，希望能够与他拉近关系。在幕府举办的盛大宴席上，秦羽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
修罗神王首先举杯祝贺秦羽成为新的将神，并询问车侯元的行踪。秦羽回答说，车侯元为了追求炼气的极限，已经离开迷神殿，他的行踪无人知晓。神王们对车侯元追求炼气巅峰的行为表示敬佩，并为他干杯。宴会上，神王们都没有直接要求秦羽为他们炼制灵宝，但都在努力与秦羽建立良好的关系。秦羽也明白，这些神王之所以对他如此礼待，是因为他炼制了一流鸿蒙灵宝，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。宴会结束后，神王们纷纷与秦羽热情告别，心中都对秦羽的实力和潜力感到敬畏。东极圣皇皇甫玉在告别时，半开玩笑地表示，希望秦羽在招亲中失败，这样他就有机会将秦羽招为女婿。秦羽则表示，即使他成为北极飘雪城的女婿，也会尽力帮助东极炫金山。皇甫玉对此表示满意，并期待在北极圣皇殿再次相见。秦羽心中清楚，这次招亲的第3个名额已经稳稳到手。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收集更多珍贵的材料，借助新宇宙中无穷无尽的鸿蒙灵气，炼制更多的鸿蒙灵宝，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。新的将神秦羽诞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神界，而秦羽在宴席结束的当天傍晚就回到了新宇宙紫玄星中，开始了鸿蒙灵宝的炼制。这些灵宝他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因为拿出来太多，难以解释他为何拥有那么多鸿蒙灵气。秦羽深知宝多不压身，这些鸿蒙灵宝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在雷伐城，欧夜鱼和端木峰2位炼气大师辛苦炼制多年，成果却并不理想。欧夜鱼状态良好，炼制出了一件2流鸿蒙灵宝，而端木峰却只炼制出了一件3流鸿蒙灵宝，浪费了大量材料和鸿蒙灵气。周霍宣布炼气结束，欧夜鱼和端木峰疑惑不解，因为按照计划，他们应该还有一次炼气机会。周霍告诉他们，神界已经诞生了一件1流鸿蒙灵宝，这件灵宝是由秦羽炼制的。周霍决定让儿子周显放弃第3个名额的争夺，因为秦羽的实力已经远超周显。秦羽回到新宇宙后，一直专注于炼制鸿蒙灵宝，没有与外界过多接触。姜丽和姜兰等人虽然着急，但也只能等待。姜兰曾借给秦羽一些炼气材料，秦羽利用这些材料，加上新宇宙中无穷无尽的鸿蒙灵气，炼制了73件灵宝，其中包括2件3流鸿蒙灵宝、70件2流鸿蒙灵宝和1件1流鸿蒙灵宝。秦羽将这些灵宝暂时存放在新宇宙中，没有公开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距离第3个名额的评判之日越来越近，姜丽的心情明显好转，因为秦羽炼制出了1流鸿蒙灵宝，几乎已经确定了招亲的最后胜利者。姜丽询问姜兰秦羽的情况，姜兰告诉他，秦羽去年曾出来借过炼气材料，但很快又回到了新宇宙继续炼气。秦羽在新宇宙中炼制了8万年，期间他不断调整状态，努力达到最佳状态。他深知炼制1流鸿蒙灵宝需要材料、鸿蒙灵气、炼气能力和状态4者缺一不可。他将炼制出的1流鸿蒙灵宝破水存放在迷神殿中，不敢带到神界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其他72件鸿蒙灵宝，秦羽也暂时存放，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公开。评判之日到来，北极圣皇殿热闹非凡，13位神王高居大殿之上，下方的天神们也纷纷议论。秦羽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。周显坐在秦羽身旁，表面上与秦羽交谈，但内心却充满了愤恨。秦羽询问周显准备的礼物，周显只能尴尬地回应。北极圣皇姜范宣布评判开始，由最后一位候选人开始展示礼物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连续13位候选人都选择了弃权，这让姜范有些不悦。周显也选择了弃权，这让整个大殿陷入了寂静。秦羽看着周显，心中已经有了决定。轮到秦羽展示礼物时，他拿出了自己炼制的2流鸿蒙灵宝中的巅峰武器——一根长鞭。姜范和其他神王都感到意外，但秦羽的决定已经做出，他不需要拿出1流鸿蒙灵宝，这件2流鸿蒙灵宝中的巅峰武器已经足以获得第3个名额。其他候选人已经弃权，剩下的奎因侯和申屠凡2人，即使拿出2流鸿蒙灵宝，也难以与秦羽竞争。秦羽作为新的将神，已经赢得了神王们的尊重和支持。姜范的声音在大殿上回荡，申屠凡站起身，走到大殿中央，宣布自己弃权。申屠凡回到座位时，还对秦羽眨了眨眼。秦羽也察觉到申屠凡似乎并不在意此次招亲的结果，因为申屠凡是被父皇逼迫参加的。紧接着，奎因侯也上台宣布弃权，他知道自己无法与秦羽竞争。姜范宣布秦羽获得第3个名额，秦羽将长鞭交给姜范作为礼物。姜范接着宣布，秦羽和周显需要在第2天提交聘礼清单，他将根据聘礼清单和招亲过程中的表现来决定最终的胜利者。姜范表示，他不会直接收取聘礼，只是查看清单。他宣布10天后将在圣皇殿正式宣布谁将成为他的女婿。秦羽和周显相视一眼，心中都明白只剩下10天的时间。宴会结束后，秦羽走出圣皇殿，周显早已在城门处等待。周显试图探听秦羽的聘礼内容，但秦羽并未透露，反而反问周显的聘礼。周显以需要回去和父皇商议为由，回避了问题。秦羽心中冷笑，认为周显的回答是托辞。
回到飘云府，秦羽与侯费和黑羽讨论聘礼的事宜。秦羽原本打算以100万剑下品天神器作为聘礼，但后来决定改为一流红龙灵宝全仗万流。秦羽认为，即使在招亲过程中他和周显表现相同，一流红龙灵宝作为聘礼也足以确保他获胜。第二天，秦羽独自来到圣皇殿提交聘礼清单，却被侍卫拦住，告知他和周显在10天内不会被接见，以示公平。秦羽将金色卷轴交给侍卫，并用空间之力监视整个过程，直到确认江范收到并查看了清单。秦羽注意到江范看到聘礼清单后的兴奋表情，心中稍安。周显随后也来到圣皇殿提交聘礼清单，秦羽用不屑的语气挑衅周显，试图探听他的依仗。周显并未透露太多，只是表示10天后自有分晓。秦羽心中疑惑，但仍然相信自己会获胜。在雷伐城，周显向周霍询问北极圣皇是否会因为聘礼清单选他为女婿。周霍表示，如果秦羽的聘礼是一流红龙灵宝，他们的聘礼清单只有30%把握奏效。周霍决定冒险一搏，因为周显只获得了1个名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秦羽越来越焦虑，他担心周显可能有底牌。秦羽决定采取行动，他来到幕府，请求江兰帮助他去北极圣皇殿探听消息。